这个家庭把重男轻女发挥到了极致，女儿好不容易考上了韩国最好的首尔大学，父亲却给了她一巴掌，并当着她的面撕碎了她的录取通知书。他找妈妈说理。 정수한테 돈도 많이 들어가고 나중에 即便弟弟是个智障，小美绝望中选择了自杀。幸亏妈妈及时发现，救回了她。妈妈对她说：“该死的是我，而不是你。”那时的她不理解，连夜收拾好行囊，踏上了去首尔的汽车。等再次见到妈妈时，自己已经是一名大律师，而妈妈则是一名杀人犯。妈妈被指控在丈夫的葬礼上向前来吊唁的宾客投毒，造成1人死亡，4人病危。这4人中还有1人是大川市的市长周仁怀。监狱里的母亲目光呆滞，眼神无光，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小美问妈妈：“还记得她吗？” 母亲花子摇了摇头。小美再问：“那你记得发生在爸爸葬礼上的投毒案吗？”母亲说：“我没有投毒，无论是出于常识，还是血浓于水的第六感，小美都坚信此事绝不可能是母亲所为。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母亲的第一次听证会上，警方给出了3条证据：第一，警察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作案工具杀虫剂；第二，在嫌疑犯花子的身上检测到了农药成分；第三，有人在取钱回家路上亲眼看到花子投毒。这3条证据瞬间让舆论矛头指向了花子，大家都认为他是杀人凶手。小美不幸来到了案发现场查看，发现了警察移动药品伪造证据的痕迹。接着他来到了银行调取录像，发现证人那天根本就没有去取钱，也就是说证人做了假证。那么是谁在背后操作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小美管不了那么多，将调查到的证据公之于众，成功将母亲解除了羁押，送去了医院。可小美找医生谈话的功夫，母亲不见了。小美最终在村里的湖边找到了走失的母亲，母亲像着了魔一般，她抱着智力低下的儿子，用手指向这个湖里，嘴里不停念叨：“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小美安慰好母亲，转头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小学同学王勇。好久不见，王勇已经是一名警察。王勇告诉小美，几个月前他的母亲跑到警局报案，称周市长伙同几个人谋杀了自己丈夫。可当时花子的丈夫泰秀明明活得好好的，所以他也就没当回事。小美问王勇最近村里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王勇告诉他，周市长最近正在村里建一个赌场。小美隐约觉得这件事和周市长有关，她回到家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结果在家里发现了一部被摔坏的手机和一张藏在父母结婚相册后被撕碎的照片。拼起来后，小美惊讶地发现，这是母亲的另一张结婚照。照片上的新娘是她母亲，但新郎却是一个叫任春雨的男人。结合3个月前她母亲报警说自己丈夫被人谋杀了，小美觉得母亲有事情瞒着她。小美拿着照片找到其中一个喝了毒米酒的大叔，问他任春雨是谁。大叔出于愧疚跟小美讲了他们当年谋杀任春雨的事。其实小美的亲生父亲不是泰秀，而是任春雨。20年前，任春雨是当地采石场老板的儿子，在老板去世后，采石场自然就传到了任春雨的手里。但是这次中毒的5个人加上小美养父泰秀，对这件事非常不满意，想要抢走采石场的控制权，于是便一起在河边杀了任春雨，伪装成意外溺亡。然而不久后，6人发生了内讧，6人中泰秀当了采石场经理，其他5个人必然心有不甘，于是他们骗泰秀说这个采石场已经没有好石头了，听说在邻村有金矿可以挖。见钱眼开的泰秀带领村民们筹款买下了邻村的山，结果什么都没挖到。不甘失败的泰秀背水一战，他动用了所有人脉，想从商界进入政界，但没想到最后却又被那5个人摆了一道。在选举那天被现任周市长给截胡，抢走了市长提名。此时的泰秀失去了一切，但他自己身单力薄，根本无法反抗，只能是在离开之前咒骂要毒死他们。在了解到这一事实后，小美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之前拿去手机店维修好的手机证实了小美的猜想。手机里是弟弟郑修在家拍的视频，里面有一条养父泰秀的独白，他怀疑媳妇在饭里下毒，理由是吃完媳妇做的饭，总觉得自己胸闷气短。小美当即跑到看守所，拿着父亲6人的合影，问妈妈记得这些人吗？ 그놈들도 안대수랑 다 똑같은 새끼들이야. 原来真正的凶手就是母亲花子。当年自己的爱人任春雨死后，已经怀孕的她本打算跳河自尽，结果碰巧被杀父仇人泰秀救了上来。在泰秀的劝说下，花子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也就是现在的女儿小美，和泰秀结了婚。但3个月前，她无意间从泰秀和周市长的谈话中得知，当年爱人任春雨并不是意外身亡，而是泰秀和其他5个人蓄意杀死的。悲痛欲绝的花子为了复仇，每次都往泰秀的饭里喷洒农药。她还在葬礼上往酒里倒入农药，打算亲手杀死剩下的这5个凶手。接着花子又谈到了自己的女儿，说当初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活下来的，但她却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女儿，她觉得万分愧疚。
听到这些的小美泪如雨下，断掉10多年的亲情随着母亲的忏悔被重新修补。最后一次法庭上，小美拿出了20年前土地持有者名字的变更，证实了20年前是邹市长欺骗泰秀和村民们投资去挖那所谓的金矿，因为当时筹资购买的那块山其实就是邹市长妻子一家的普通农地。听到这些后，村民一阵哗然。接着小美揭穿了当年邹市长使用暴力抢夺市长提名的事情，被揭穿的邹市长转移话题，一口咬定他母亲花子是投毒案的凶手。然而小美早有准备，她告诉法官，下毒的是泰秀，因为当年泰秀被夺取市长提名后曾威胁要下毒杀死这5个人，而自己的葬礼就是最好的机会。他知道这5人会在自己葬礼上喝酒，所以提前将农药倒在了酒里。紧接着小美拿出了泰秀下毒的证据，那就是死者泰秀的身上有大量的农药成分，毕竟泰秀生前也一直在喝这些农药。最后小美再通过母亲的老年痴呆向法庭上的各位打出感情牌，感动了法庭上的每一个人。最终法院宣布审判结果，母亲花子无罪释放，影片到此结束。这部电影叫清白，但最后电影的反转让女主一直追逐的清白土崩瓦解，这有点点题的意思。还有值得一说的是，电影没有利用法律正确的方法来收尾，而是遵循了人性和背后的正义。就这一点，这部电影就值得一看。